潜在冲突风险增加，美国将采取对华新行动吗？早之前，奥斯汀就已经给中国下了战书。各位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啊！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之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杰伊香伯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拜登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针对性的行动。什么行动他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时第一反应，美国你还是那个美国。嘴上说的好听，对中国采取行动呢，是为了确保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可实际上呢，其实大家都也清楚，这不过又是美国找出来的一个借口，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而值得一提，前不久有消息说呢，美国准备在8月份对中国采取新的行动。如今，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也说要对中国采取行动，难不成是同一个行动吗？有透露说，拜登政府可能会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并声称这些政策呢可能会禁止在量子计算、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对华新投资。而对此，中国外交部给出的回应是，对于美国的这一计划，中方非常不满，这种单边行为将严重干涉并且破坏中美经贸合作的正常秩序，不符合市场原则以及国际秩序，同时也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当然，中方的不满和反对如果美国能够听得进去，那么想来现如今呢，中美关系也不是这样。而即便中国一直致力于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原则，热情欢迎外国企业在中国展开业务进行投资，但美方仍然保留冷战思维，不愿意跟中国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分歧和问题。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很难好确切的来说，会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增强，导致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在耶伦访问中国后，美国方面这么快就呼吁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针对性的行动，而就算行动不是8月底可能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也足以说明美国并不想与中国缓和关系。而耶伦的访华，或许真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寻求中国的帮忙，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缓解美国债务危机问题。近些年来，也就只有需要中国帮忙的时候，美国才会想着与中国对话会面等等。其实我国是不意外的，只是通过这2件事呢，让人怀疑美国这是彻底不打算装了吗？是得到中国的帮助之后开始自曝真实嘴脸，还是打算破罐子破摔对待中国关系了呢？其实真要说起来美国早就给中国下了战书，现在不过是让潜在的冲突风险进一步增加。7月中旬，美国防长奥斯汀他说过，美国应该为因台海问题与中国发生武装对抗做好准备，尽管这种威胁并非是必然的。随即奥斯汀又补充，自己的工作是继续在印太地区维持可靠的威慑力量，一边扬言要对大陆做好战斗准备，一边呢要继续在印太部署军事力量，还假模假样的说这种所谓的威胁不是必然的。而这到底是符合美国一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事风格当然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台海问题上的拱火，制造事端。奥斯汀等于是暗示美国做好与中国对抗的准备，而某种程度上，这不是对中国下战书又是什么呢？所以面对美国，中国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仁慈没有用，必要时刻还要采取行动进行反击，否则美国呢只会变本加厉对待中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